15点。错。怎么会听错呢？我明明听到4、5、6的。你看这颗骰子有什么不同？它的表面比较光滑，还有呢？也比较轻，不像是象牙做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不是象牙骰子，是塑料骰子。这是塑料骰子。那我听错，是因为跟它的质地有关系？当然，因为塑料骰子比较软，而中底的质地比较硬。这两样东西撞在一起所发出来的声音，刚好跟象牙骰子所发出的声音相反，所以你才会听错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听到的是4、5、6，其实它正好是相反，应该是1、2、3才对。对了，爸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赌术有这么多学问。你要记住，赌不只是眼力要好，手法要精，其实有时候赌具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要做一个真正的赌王，就必须要了解所有赌具的特征，还有习性，这样才能出奇制胜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有个烫着，你水为什么不叫大人倒呢？烫着怎么办？这么无聊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小心，来，怎么了？妈妈，我要喝水。好，妈妈拿给你。爸，谢谢你。幸好你及时送他来动手术，要是再拖上2个小时，恐怕他的脑神经就会受到破坏，而变成白痴，连生命也会有危险。谢谢医生。阿成，我知道你在附近，你出来见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出来见我好不好啊？文心，他没事吧？他动了手术，应该没事了。刚才在病房，蒋学明让你嫁给他，是不是？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怎么嫁给他呢？阿成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你如果不答应嫁给他，不在他身边，他真的会死的。我不可以这样做。可是我真的忍不住啊！我很想念你。妍飞来找过我，妍飞来找过你，她逼我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告诉她了，我已经放弃了和你在一起，成全你和蒋学明。可她就是不信。他说我欺骗你的感情，我为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呢？我实在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感情。刚才在病房外面，忍不住的跟我自己说：庄伟成，算了，放弃吧。反正你已经决定离开这里了，见面彼此会更痛苦。你真的要走？没错，
以前我很想当世界赌王，可是就因为要当这个赌王，让所有人都误会我，说我没骨气投靠叶中，说我为了打击妍妃才欺骗你的感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呢？阿成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你不可以戴这个戒指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我知道我不能对不起学明，可是我更不能没有你。文心，跟我一起离开这里。我不要当什么世界赌王，你也不要离蒋学明。只要我们两个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哎，已经过了10分钟了，怎么庄伟成先生还没到？裁判先生，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就当庄伟成弃权好了。丁先生，你不介意我跟你争赌王大赛的冠军吧？喂，爹地啊，你把我急死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就好了。啊，老板。裁判先生，我有点事情想过去一下。怎么，说话小声点，贺林在看着我们。啊，爹地没事，很安全。这样我可以安心赌下去了。庄伟成先生来了。阿成，阿成。别动！第2轮的赌局现在开始。第2轮比赛已经结束，请3位参赛者开钟。第1位是丁兆辉先生，第2位是贺玲小姐，第3位是庄伟成先生。我们请何专员帮我们上前鉴定。
丁兆辉36颗，贺龄35颗，庄伟成37颗。蔡小姐，如果你没什么事，我想你可以走了，免得影响我们继续比赛啊。姓丁的，你自己做的事，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求你们放我下来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，放我下来！弟兄，弟兄，弟兄！弟兄，弟兄，弟兄！王大赛最后由丁兆辉先生、庄伟成先生进入决赛，由他们两人争夺新一代赌王的荣衔，并且可以获得奖金1000万美元。最后一局的赌局是输黑，以3局定胜负，最后筹码最多的将是胜利者。两位参赛者有什么意见吗？如果没有，第1局的比赛正式开始。胜负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你就要结婚了，赵慧。我在想，送什么礼物给你？1000万美元，人人都想要。可是，新一代赌王的荣誉，才是至高无上的贺礼。跟。300万。黑桃 Queen 说话，还是300万。跟。300万。这张牌你似曾相识吧？第1局由庄伟成先生胜出。开牌。果然是如愿以偿啊！第2局，丁兆辉先生胜出。第3局比赛正式开始。
你没看牌，不如我们一次过玩玩算了。你鸿运当头，一定好事成双，不如收了吧。庄伟成，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，是你自己太蠢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更何况，我从来也没有说过将赌王的宝座让给你呀！你卑鄙！你向我耍手段！胜负已定，你一定要服从这个游戏规则。手段并不重要，目的才是事实。这一届的世界赌王大赛由庄伟成先生胜出。庄伟成先生是新一代的世界赌王，请庄伟成先生上台领奖。喂，什么？爹地现在在医院。什么事？飞哥打电话来说爹地在医院急救。可是刚才……为什么会这样的？爹地刚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还说他很安全，没事的。飞哥，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几点2个小时之前。 2个小时之前？怎么可能？我赶到修车厂的时候，见到你爹地被绑着，吊在半空中啊！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我爹地怎么样了？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爹地，奶奶，妈，奶奶，阿弟呀，爹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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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不能死！爹地。 恭喜你，当了世界赌王。今天的表现太令我满意了。谢谢师傅，要不是你提醒我复制黄国定的电话录音，丁兆辉一定会帮贺林赢了我。是你的演技好，不然的话，丁兆辉也不会相信你啊。丁兆辉，好极了！现在你这副表情和心态好极了。 当世界赌王啊，一定要有这种藐视一切的神态。心要狠，手要辣。我明白，师傅。世界赌王是你，最开心的是我。什么签术、赌术都比不上我们叶家的赌术。你说的对，阿成啊，你刚刚踏入赌坛。 但是你，并没有真正的赢过。你的意思是，黄国定死了，龙庭光、严飞他们2帮人，肯定会狗咬狗。假如他们继续追究的话，火就会烧到你的身上。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让他们互相残杀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派人杀死黄国定啊？贺林他都已经输了，为什么不能放过他？ 这个人跟你非亲非故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呢？这种人死活根本没有人关心，留着也没有用。你一句没有用，就可以派人把他给杀了。你提醒我了。贺林也没有用，他在赌王大赛让我丢尽了脸，迟早也把他给杀了。你简直没有人性！只有这句话最中听。我这个人什么都有。 我身上缺乏的就是人性。庄伟成是你，阿成，进去。你们2个乖乖的在这里，不要出去，要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走。
文心，他们两个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今天一早醒来就没看到你，我到甲板上找你，他们两个就拿着枪指着我，把我带到这儿了。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没有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说呀。原来叶中那只癫狗啊，把我们的行动一举一动都监视着。本来今天早上一大早想开船离开这个地方，怎么知道他的手下冲上来用枪指着我，把我押去赌场。是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当时我正在睡觉吧。叶中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输的话，他就把你先奸后杀，然后丢到海里去喂鲨鱼。我不应该答应他的，但是又怕你出事。结果我去了赌场，赢了赵辉。我不想赢的，我不想赢赵辉的。可是叶中说，如果我输的话，他会对你不利的。文心，我不想让人家伤害你，你知道吗？黄国定的死，我也有责任的。阿成，你别这样，整件事情与你无关的，黄国定的死也与你无关呢。还有呢，黄国定这个人那么坏，他死是应该的。文心，我不能让你离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宁可让人家骂，也不允许他们伤害你啊。我也一样。打搅各位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不欢迎你。黄国定先生把这房子给卖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他亲自签的契约，自己看。什么人能证明阿定把房子卖了呢？黄国定先生需要大笔的现金，所以呢，他把其他的产业跟这房子呢一起卖给了我的师傅。你的师傅叶中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！你们！我不想活了，阿定。妈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妈，你看这帮强盗啊，要逼我们搬家呀！妈，你别这样。王老太，你要怪呢，就应该怪丁兆辉先生。庄伟成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来收房子就好了，关兆辉什么事啊？丁兆辉先生呢，明明知道黄国定被人绑架，可是他还要参加赌王大赛。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应该弃权，可能黄国定就不会死了。原来阿定是被你害死的，丁兆辉，你一心只想当赌王。奶奶，庄伟成的话你也信呢？是我接到 Daddy 的电话，不知道哪个坏蛋冒充 Daddy 打电话给我，我们以为 Daddy 很安全，才让赵辉赌下去的。赵辉不是那种只顾自己的人呢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都是你们害死阿定的。奶奶，别吵了，要吵出去吵，这儿已经是姓叶的。好了没有？好了就开始。
师傅，你会用电脑吗？会一点点。那就是不懂啊。这是高科技，等你学会了之后再说吧。哦，我会努力的。努力就有天分吗？我的文风就有天分。电脑我不懂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找人看文风写的电脑计划书，电脑赌术。龙庭光，你以为我是躲起来吗？我是在把文风的电脑赌术发扬光大。等我掌握了这个技巧，进入我的签术的时候，龙庭光、天飞、洛西方，你们算是什么东西？赵辉，你说话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说话，赵辉。我还能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听我跟你说？佳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不要害怕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可是我说不出，我连自己报的仇都报不了，我怎么替你报仇？真是没用。赵辉，不要怪自己了。赵辉，我能不怪我自己吗？我怀疑叶中杀死我爸爸，可是现在呢，我连叶中都找不到。叶中的徒弟我都赢不了，几句话就把我蒙骗了。我真没用，我对不起师傅。佳儿，对不起，别哭了，都怪我不好，让你担心。赵辉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很怕，是我害死 Daddy 的，真的是我，是我害死他。你Daddy的死跟你完全没关系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五伯说，担心贺林在搞鬼，不要土葬，也不要大伯他们过来。奶奶又哭又闹，不要火葬。还有少娜说我该找份工作，我才想起来，我不再是千金小姐，我不再是千金小姐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。过2天，我去找个律师，看看能不能把房子拿回来。佳儿，佳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佳儿，佳儿，你有什么事跟五伯说呀？五伯，傻孩子，你别做傻事嘛。佳儿，不要怕，不要做傻事，凡事有五伯在，知道吗？啊？好了，不要哭了。爸，有事吗？我拜托你们别再出这种桥段了，用点新花招好不好？别滥用父女情了。龙庭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时间跟你玩。站住！哎，干什么？不许开枪！不许开枪！爸，你有什么事慢慢说好了。龙先生，我今天是来跟你讲道理的。在我眼里，你连只狗都不如，没资格跟我讲道理。是，我知道你是赌王，一个不高兴，我弟弟国定就死了。他是在道上混的，道上的恩恩怨怨，他死了我没话说。可是你就开枪吧，开枪啊！你们2个把枪放下。如果你现在开枪的话，马上就可以帮你弟弟报仇。可是你敢吗？我是来跟你讲道理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发神经，把他扔出去。爸，你冷静点吧。龙庭光，我知道我是杀不了你，可是我们姓黄的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来骚扰佳儿。她年纪这么轻，她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
她只有18、19岁呀，她只是个小女孩啊！嘉儿，她怎么了？昨天她拿着这把枪，她拿着这把枪在哭，她想要自杀，都是你，你害了她的爸爸，她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是不是要求我放了他？以前或许可以，可是现在不行。爸，你快走！谁说皇武可以离开这里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？岳放，启放，岳放，启放，启放，你怎么样了？岳放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都怪我不好，都是我，都怪我。爸，没事，只是擦伤。启放，我们到医院去。是，快送到医院去，快！苦肉计用多了，没办法感动人的。你还是人吗？现在受伤的是你的女儿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快送启放到医院吧。你说我们用苦肉计来感动你，你错了。我根本不是想感动你，我是想伤害你，要你心痛。你说你不把我当成是你女儿，根本不心疼我。我是故意中枪的，我要跟你赌，跟你搏，只要你一天是龙天光，我永远是龙佳佳。我不相信你不会心疼。还痛吗？为什么这么傻呢？吴叔用枪指着你爸爸，你不顾一切这样冲过去，还好伤得不重。如果伤了要害的话，你叫我和小星怎么办呢？真的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们的仇恨会这么深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我本想见死你，看他们会怎么样。你刚才看到他，一点也不难过。难道他连你的骨肉之亲也没有了吗？你别傻了，就算你受了伤，你死了，他也无动于衷的。痛苦的还不是你自己，还有你身边最亲的人。对不起，阿飞，这是小伤，没事的，真的没事了。我们回去吧，告诉爸爸，别让他担心。小心问起的时候，告诉他我是跌伤了，知道吗？爸爸知道你没事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心情蛮好的嘛，这么有雅兴，一个人在下棋。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俩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？你错了，一个输的人和一个赢的人，根本没什么好谈的。输和赢对你来说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，至少赢比输来得好得多。但是我知道，你很关心齐芳的伤势。你错了，就算现在齐芳马上死在我面前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她受伤，你心里难过。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女儿逼到这种地步？你于心何忍？我是没有人性，你早该知道。再说我没有逼她。是严飞逼他，严飞逼他做他的老婆，是你逼他，你逼他跟我赌人性，是你们逼得他快疯了。你为什么自欺欺人？我问你，小星的饼干是谁帮他拿下来的？还有，小星的手为什么没被开水烫伤？是谁救他的？龙天光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，你真的连点正常人的人性都没有吗？啊！这幸运火柴是刚才在酒吧有人送给我的，他说只要擦了它，就会带给自己好运。光靠运气是没用，凡事要靠自己努力。我这个 lucky boy 已经不再 lucky 了，努力也没用。
不是吗？我爸爸和嘉儿的爸爸都被人害死了。师傅和龙庭光的赌业过2天就到期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真的很没用。自己的将来会是怎么样，我更不清楚。赵慧这么消沉，我帮不了她。老婆快被逼疯了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还有文心，明知道庄伟成欺骗她，可是我又为她做了些什么？就连为小新开个生日会，我都没做到。对，我要做我该做的事。齐芳、爸爸、小新、文心、赵慧和嘉儿，我要去做这6件事。希望这6根火柴带给我好运。做完了这6件事，我要独自去对付龙庭光。瞎子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你还陪他来海边看夕阳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爷爷，你知道夕阳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对一个瞎子来说，整个生命都是黑暗的。你要怎么告诉他，这夕阳是如何的美丽呢？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夕阳，可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心中有夕阳。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每一个成员的心里都必须要有爱，否则的话，跟瞎眼有什么不同？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？见到了你就知道。走。哎呀！别跑！飞哥，我们在这儿，过来吧。飞哥，你看清楚，贺林就是你的杀父仇人，是我亲眼看到他杀了你爸爸。你不是说要替你爸爸报仇吗？很简单，你现在握着枪，只要对着他的脑袋砰了一声，爸爸的仇就报了。不要！干嘛又怕呢？开枪啊！开枪杀了他，为你爸爸报仇啊！还有，你不是要跟赵辉在一起吗？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杀人！不要逼我！不要！黄小姐，你不要开枪！你的死不关我的事的，是龙庭光逼我。放他走！不要，飞哥！不要杀他！飞哥！你爸爸的死，你根本没有想过要为他报仇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走吧。走啊，还不走？刚才看见你手中拿了枪，对着你的杀父仇人，你根本没有勇气开枪为你爸爸报仇，你哪来的勇气去自杀呢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一支枪。我想做傻事，不过我又怕，我很怕，我现在很害怕，我真的……好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他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做傻事。什么？你要我向嘉儿求婚？不行，我的仇还没报，我不会想儿女私情的。不要再想着报仇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过你很喜欢嘉儿的吗？你喜欢她就快点向她表示啊！去吧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帮嘉儿把他的杀父仇人找了出来，让他握着枪指着他的仇人，他都不敢开枪。可见他不想报仇了。
他能放弃这一切，为什么你不能够呢？不，嘉儿是嘉儿，我是我。说什么，我都一定要找出杀我爸爸的凶手。好，你拿得到证据吗？就算你拿得到证据，肯定叶舟杀死你父亲，你能对付得了他吗？这么说你是瞧不起我？即使不是叶荣干的，我也一定会把真相找出来。这巴掌，我是替樊叔打醒你。你被龙天光抓去了，你知道你爸爸有多紧张吗？他跑来求我，他跪下来求我说：“阿飞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”他跪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没有好好照顾过你，相信他在天之灵都不想你为他报仇，他想看到的是你能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看看我，为了报仇这2个字，拖累了我这一生，弄得我妻离子散的，我没有一天开心过。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？赵慧 ，sorry， 我知道你是对我好，可是我就是无法忘记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现在急着要办的就是这个，你应该懂得怎么做。去吧。不知道哪里是疲累的尽头，不知道有没有离开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忙碌的追求，为了什么理由？谁知道有什么成就会不朽？谁知道有什么爱情最温柔？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，算不算梦寐以求？只知道不开心忍不住泪流，只知道不惬意免不了喝酒，不知道一个人这模样算不算无药可救。我知道迷惘的、脆弱的、烦恼的、寂寞的、压抑的感受谁都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痛苦的、矛盾的独自承受。明知道放弃了才想保留，明知道过去了才要补救，我知道满足的、快乐的、完美的、依恋的事情都难以长久。告诉我是不是每个人都看不透？谁能够？新传媒电视第8播到。